从上山挖土到处理泥土，最后烧制出来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国内做的人不是很多。我的家乡是在东北，现在生活在杭州，是一名自由陶艺家，做一些生活器物为主。大学的那个时候，在国美陶艺的专业，一开始都是用相同材料来进行创作的。当时走进那个教室里，全班50多个人做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做的。那一次我真的被深深的震撼到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改变这个材料，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件事情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学校后山发现下过雨，茶田的泥土特别红。我还记得特别清楚，它烧出来是一个赤铁红的颜色，上面泛着星星的铁点，不是很鲜艳，但是那种颜色很自信。后来慢慢就接触更多的这个泥土的原料，进行一些配比啊，把这些实验的结果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上。我现在收集泥土大概就是几百种吧，像宜兴的紫砂、景德镇的高岭土、德化的高白泥。我的家乡东北黑土地是棕褐色，每个地方的泥土都有它的特质，哪怕是同一座山，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样子。结果肯定是又惊又喜。比如说这个泥烧出来可能是一个黑色的，黄泥是一个橘红色的，红棕色的结果是灰粉色的，这也是陶瓷它很迷人的地方。上山自己去挖土，刚开始可能搬不动，但现在基本上是50斤起步。采集泥土，带下山去淘洗、球磨、配土、揉泥，等待它发酵，然后再开始制作。的东西的话，都是从植物方面来提取出来这些纹路的。有的叶片它的质感是光滑，有的是粗糙，有的是那种毛茸茸的。当你闭上眼睛再去感受它的时候，这种触觉带来的感受其实会被放大，把它提取出来嘛，运用在这个作品的表面。仙人掌的一个纹路，它通过刺来保护自己，运用在我的一些梯形或者三角形的一些器物上面去，有棱角，更立体。仔细观察这个竹子，它的纹路有很多断断续续的这种，我会把它运用在一些竖条状的作品上面去，有很多留白。像花器上很多就是纯摔打，就是通过泥土的配比和反复的震荡，会把这个泥土的底色慢慢衬托出来。烧过的东西，我会把它们敲碎，重新配到泥土里面去，就循环起来。我的作品介于陶与瓷之间，它是石器。不同造型，它可能对于茶汤的影响也是会不一样的。做这个小方壶也有3、4年的时间了。开始的壶嘴的话，直不愣登的那种盖子都会很轻薄，一次一次的做一些调整。你加重这个盖子的重量，热水浇进去以后，这个盖子啪一盖，茶在里面能够充分的萃取出来。我先生是对植物方面比较了解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上山。每次出窑不太理想的时候，反而是我老公最开心的时候，把烧坏的东西拿到他办公室里重新利用起来。他可能也是用这种方式一直在默默地鼓励我。有的时候指甲缝里泥土的颜色我也觉得挺好看。上周降温手动的生不出来，想想手艺人也确实是不简单。
我觉得通往美的道路上有很多种可能，还是确实喜欢这个事情，并且想把泥土实验继续进行下去。它会给我带来一种触痛感，一个探索的欲望。